什么？这只黑不溜秋的狗不仅有着一双价值100万的狗眼石，全身上下更是由黄金打造。这要是能拿下，那就赚翻了呀！就在我准备上前问价之时，吹牛皮却抢在了我的跟前，率先开口说道：“老板，你这只狗打算多少出手？”坏了，这么稀有的东西，这是要被吹牛皮给捷足先登了。若是我没猜错的话，陈峰峰这小崽子肯定也是和我一样看出了这双价值100万的狗眼石，想在我吹牛皮眼底下捡漏，门儿都没有。这位大老板，我这只狗可是我们祖上用来镇宅子的宝贝，一口价40万不让价。哼，就这么一只破铁狗，还用来镇宅子，你可真能唬人的。别说40万，我看400都不值。老板，说话可不能闪了舌头。您这话让我地下的祖宗听见了，准跳出来和你。你看看这狗的这双眼睛，得了，哪怕找遍整个京都，也就我这儿有。这狗眼有什么呀？我看就是一绿玻璃珠子。若这是绿玻璃珠子的话，我把我的眼睛抠下来给你。不过说起来眼珠子，我还真想要这么一对东西。若是可以的话，这双狗眼我倒是可以买下。眼珠子卖给你，那我生下的狗不就成废狗了？哼，本来就是废狗，铁做的，谁要啊？那行，给40万，你拿走。你有毛病啊！一只狗才40万，我就要一双眼珠子，你也卖我40万？然后你再拿着这狗继续卖，你还真能算计的。你把这最有卖点的眼珠子买走，这剩余的狗我也卖不出去了。你可以跟人家这样说，看啊看啊，这狗多老啊，老的眼珠子都掉了，绝对是古董，没准你能卖得更贵。这位爷，你这多少有点蛮不讲理呀。那这样吧，我就做好事儿，我给20万把这眼珠子拿走，狗给你留着继续卖，说不定还能卖个40万，你就赚了1倍不止啊！还不快感谢我？这吹牛皮还真是强买强卖，不过还好，他只是看出了这对狗眼的价值，而这更有价值的狗身却没有拿走，还真是天助我也。老板，20万我给你转过去了，这对眼珠子我就拿走了。这位爷，你把这狗的眼珠子买走，剩下的这狗叫我怎样卖啊？我家就差这40万还欠款，你现在只给我20万，叫我如何是好？就在老板满是心酸的看着摊前这没有了双眼的黑狗而不知所措之时，我却走到跟前开口说道：“老板，你摊前的这只狗，20万我要了。”这位小兄弟，你可看清了，这只狗可是没有了眼珠子，你确定要花20万买下？古玩界规矩，只要还价了，就是等于要拿下。20万已经转过去了。太好了，太好了，终于凑齐40万了，这下我儿子的欠款又着落了。这世道还真是怪，一个只买狗眼，一个不嫌是瞎狗。陈峰峰，哈哈哈哈，我没看错吧？你竟然用20万去买一只没有双眼的铁狗，这若是传出去，还不笑掉全天下人的大牙？咋了？你能用20万买一对狗眼，我就不能花20万买一整只狗？虽然在翡翠界我比不上你，可是这古玩你可差远了。今天就让我好好给你上一课。我的这对玻璃珠子可是货真价实的狗眼石，就这色泽和品质，最起码价值100万。而你的就是一铁狗，论废品卖1元1斤，能值个20元算不错了。试问拥有价值100万狗眼的狗，又岂会是一只普通的狗？原来他是看我捡漏了这双狗眼，才会认为那只铁狗也价值不菲。既然如此，那我就给你点颜色瞧瞧。陈峰峰，那你敢不敢跟我比试一下？哟呵，怎么个比试法？既然今天你我都捡漏了，就看双方谁的物件价值更高，输的一方就要以10倍的价格买下对方的宝物，敢不敢？吹牛皮可是古玩界出了名的黄金眼，只要是他看中的东西，从来都没有打眼的。陈峰峰绝对不敢应下跟吹牛皮的比试。是啊，20万买下这破铜烂铁已经够贻笑大方了，如果还敢应下这场比试，那还真就是傻笑家了。怎么样？你觉得我这对狗眼值多少钱？20万？20万！
若是不敢的话，就乖乖滚回家睡觉去吧。以后少来这古玩街，不然我见你一次，针对你一次。既然你把气氛都烘托到这份上，若我不敢应下这比试，岂不是扫了大家的兴？陈兄弟，你是一个好人，这比试可万万使不得。这狗传了我们好几代人了，最值钱的也就是这狗眼。如果真的比试下去的话，你必输无疑。大爷，谢谢你的好意，相信我，我不会输的。陈峰峰，你还是太年轻了，随便被我刺激一下就受不了。等下我定会让你好看。为了一会儿没有后悔可言，还是把这协议签了吧。只要一会儿你不要悔青了肠子就行。拿来吧，我签。就在我和吹牛皮相互签好协议之时，古玩街威望极高的贾大师却来到了此处。你们俩相互较量的事已经在古玩界传开了，需不需要我贾大师来帮你们把把关？哎呦，贾大师，您怎么来了？贾大师，您是出了名公平公正的古玩界第一人，由您来为我们主持公道，自然是最好了。就先帮我看看我淘来的这对狗眼石如何？此时的贾大师接过崔牛皮手中的狗眼石，然后便饶有兴趣地观察了起来。忽然，贾大师两眼一放光：“崔牛皮，你这对狗眼石简直是太开门了！依我看，就算找遍整个潘家关，也找不出第二双，其价值在100万左右。若是遇到喜欢的，说不定会更高。”陈峰峰，看来这场比试我赢定了。你的那个破铁狗，恐怕连我的零头都不到。不愧是崔牛皮，果然一出手就捡到了大漏啊！这下陈峰峰可就输惨了。虽然很希望这小伙能赢下这场比试，狠狠教训一下崔牛皮，现在看来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若是你现在认输，再叫我3声爷爷，我可以考虑投降输一半。你得意什么？我的狗都还没有鉴定，你怎么就敢断定是我输了？贾大师，烦请您帮我看看，我这到底是不是一只铁狗？此时的贾大师接过了我手中的狗，只是随意的掂量了几下，就发现了这其中的异常。这铁狗不对。陈峰峰，听到了吧？现在贾大师都说你这就是一破铁狗了。这下看你还怎么狡辩！不，我是说，这狗若是铁做的话，这重量明显不对，说不定这还真是一个有趣的东西，让我再仔细瞧瞧。贾大师，这就是一破铁狗，你可看仔细了，千万别被陈峰峰给忽悠了呀！你行，你来，我可是古玩界第一人，还轮不到你来质疑我的水平。说完，贾大师便对这狗的周身开始擦拭了起来。不一会儿的功夫，只见一只金光闪闪的黄金狗显露在了众人面前。此时，全场所有的人看到这一幕，无不被这一幕震惊到了极点。这狗发出的光芒，简直要亮瞎了我的钛合金眼！这狗难道是由黄金做的吗？如果真是一黄金狗的话，那这价格简直是要上天了。早知道当时我自己买下来就好了。没错，陈峰峰，你要发财了。这是一只黄金狗，按照重量来计算，最起码在600万以上了。怎么样，崔牛皮拥有一双价值100万双眼的狗，又怎么会是一只普通的铁狗？按照约定，这场比试你输了，我就先替贫困山区的孩子谢谢你的6000万了。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好不容易捡了个大漏，这才一转眼的功夫，又搭进去6000万。陈峰峰，你给我等着，我指定会给你好看的。我价值5块，我10块，让开让开，我价值176万。这枚古钱币果然很开门，拿下它估计都能连线听泉直播间网了。老板，这些古钱币怎么卖？小伙好眼力啊，一眼就相中了我这里的镇店之宝。看在你我有缘的份上，便宜点给你，2万，你拿走。老板，我可是经常看听泉直播的粉丝，你可别骗我。你这古钱币怎么也看不到2万啊？又是一个看了几天直播就想来捡漏的二货，你这种人我都坑好几个了。哟，
那可太巧了，我也是他的粉丝。既然如此，为表诚意，我自砍一刀，2000一枚。2000也看不到，最多200。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买多几个回去给小朋友当玩具。200也不是不可以，但至少要买10个。行，10个就10个。2元一个的东西，轻轻松松就卖200，转手就赚了1000倍。这种自以为看了听雨直播就学到了东西，实则啥也不懂的纯小白，果然是最好忽悠的。想在我这里捡漏，劝你回去再沉淀个10年8年再来。这老板还真以为我啥都不懂。当你知道这是宣统3年大清银币长须龙精致样币时，希望你还能有如此般的笑容。我操，2万砍到200，这小伙还真是有2把刷子。你去你也行，在我看来，那10个古钱币连200都不用。这小子真的还是太年轻，轻轻松松就被老板忽悠走了2000块。听着路人的质疑，我并没有过多的理会，而是径直来到了一间古玩鉴定处，随后拿出刚捡来的那枚古硬币，对着他说道：“美女，帮我看看这个，若是合适的话，就出给你们了。”此时的美女店员看着我递过来的古钱币，只是随便看了一眼，便满脸不屑地对我说道：“这位先生，恕我直言，你这枚古钱币一文不值，是哪里来的？”“哦，是吗？我刚刚从古玩摊捡漏得来的。”“那就错不了了。你看，这上面发黑的包浆，很明显是人为做旧的。再看表面这层金色，一看就是镀铜。最大的问题是这个版面，大清的银币是没有银模金样的。综上所述，你入坑了。”“谢谢你的提醒，不过我还是想问一下，你这里有没有专业的鉴定师？”“小子，你是在质疑我的能力吗？”“你误会了，我只是想说，有些东西专家都不一定能看得出，因为专家也未必见过，何况你呢，对吧？”“那你倒是说说这是个什么东西，让我长长见识。”“这是大清银币没错，而且还是银模金样，但这也不是假的，因为它叫大清银币长须龙精致样币。”“你小子还真会胡说八道，我可从来都没听说过有这样的银币。”“就是因为你没有听过，才会孤陋寡闻，一口咬定是假的。”“你到底想怎样？”“把你老板喊来，一切便有了答案。”“你若是再来这里捣乱，可别怪我叫保安了。”就在美女店员准备呼叫保安想把我赶出去时，店主老板恰巧看到了这一幕。“什么事儿？这是怎么了？”“老板，您来的正好，来了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拿着一个假的大清银币长须龙精致样币，却非要说是真的，想要卖给我们。”“什么？长须龙精致样币？这若是真的，那可是一件值得收藏的好宝贝啊！”“你好，先生，我姓听，是这家店的老板。听说您带来了一枚长须龙精致样币。”“没错，我这可是世上仅存的2枚，只是听老板好像没有带这方面的鉴定专家过来。”“不急不急，既然先生知道这金质样币是仅存于世的2枚，那你这一枚的来历能给我说说吗？”“可以，我先说说大清银币铸造的背景。光绪31年，朝廷命令造币厂铸造大清金币、银币和铜币，但当时国库黄金储备不足，根本没有金子铸造金币，直到宣统3年后才使用金子作为材料，这就是银模金样的由来。而这仅存于世的2枚，一枚曾经被作为国礼送给了法鲁格国王，而另一枚流落民间，现在到了我的手里。不过我这枚和那一枚又有些不同。”“哦，有什么不同？”“我这枚和另外枚的铸造时间不同，或者说另一枚并不是宣统3年铸造的那一批。”听我说完，听老板先是露出了极为赞赏的目光，但很快又用质疑般的话语对我说道：“虽然你说的这些由来都是真的，但这也不足以证明你这一枚古院币就是真品。由于清代灭亡，造币厂遭到洗劫，没人在乎这些模具。等到被民国政府收集之后，模具出现裂痕，所以那枚金币在龙面6.3的位置有磨痕。如果你是行家的话，只要看一眼便知道我说的是真是假。”没想到眼前这个小伙子居然真的懂得比我多，说的头头是道。难道他手中的那一枚真的是真的吗？若是如此，那我刚刚岂不是丢脸丢大发了？行，那我倒要看看你这一枚6点半的位置是否如你所说，能否给我看看？听老板，你确定不需要一个鉴定专家？这位帅哥，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家老板可是华夏古玩鉴定协会的副会长，古钱币和机制币等一类的钱币，我家老板敢说第一，估计没人敢说第二。他姓听，难道我刚刚语气少有不佳？还真是抱歉啊。都是同行赏脸，兄弟不必在意。说完，听老板便开始对那一枚古青币研究了起来。不得不说，听老板果然很专业，完全不用借助任何工具就鉴定了起来。大约过了半分钟，听老板露出激动的表情对我说道：“陈先生，恭喜你啊！这枚金币果然很开门。不知道陈先生是从何得来这样一件宝物？刚刚在地摊用2000块捡漏来的。”不得不佩服陈先生好眼力，只用2000块就拿下了如此稀有的钱币。那陈先生想以多少馒头出呢？听老板，你看它值多少，我就多少出给你了。180万，如何？虽然这个精致样币很珍贵，但也远远没有到不可替代的地步。这听老板开的这个价很实在。行，180万，成交。陈先生够爽快，合作愉快。老板，不好了，我们被捡粮了。你刚刚卖给那小子的古钱币被听大师鉴定出来是真品，卖了180万。难怪那小子买的那么果断，原来他一开始就看出了这是真品。看来需要沉淀的是我自己。8800万，5500万，18万，2200万，18万，未知。我去，奇了怪了，这个箱子居然连透视眼都看不透，还真是第一次遇到透视眼看不透的东西。里面到底藏着什么啊？真有点急着想买下来打开看看。各位老板，想必大家最近都听说了岷江下面发现张献忠宝物的事儿了吧？现在我面前的这些箱子全都是那边捞上来的，打捞全程都有视频拍摄，从未打开过，绝对童叟无欺。老板，这些箱子怎么卖？200万一个。啥？200万？傻逼才买！就是这老板为了把这些箱子卖出去，还真敢信口开河。岷江是出现了张献忠的宝物不假，但谁又能证明你打捞上来的这些就是呢？买卖自由，我愿意卖多少钱是我的事情，你觉得贵就别买。你说的也有道理，人家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是我们买不起。侯老板，这些箱子我一次性全买了，能不能便宜？伯伯，你别冲动，200万去买一个证实不了来头的箱子，感觉不值得啊。哎呦，这不是古玩街响当当的捡烂王陈峰峰吗？想不到你捡个漏还要听一个女人家的，看来你就是一个吃软饭的主。别磨叽，200万就200万，我全都要了。陈老弟果然够豪气，这14个箱子总共2800万，拿走不限。我去，他还真买了。虽然他鉴别古玩是一好手，但这可是盲盒箱子，很明显这就是一深坑啊！2800万必亏无疑，真不知道他咋想。还能咋想？他肯定是被刚刚老板说他捡漏，还听女人的话刺激到了，所以冲动之下就当了冤大头呗。2800万就为了个面子，只能说有钱真好。老板，2800万已经给你转过去了。陈峰峰，你还是太年轻了。根据史料记载，张献忠当年洗劫蜀都，只抢了金银钱财，瓷器这种东西别说没有，就算有，丢入江里也早就碎了。字画更不必说，早就腐烂。所以这些箱子最值钱的大概率都是铜钱之类的。轻松捡漏，做你的美梦去吧。陈老弟，我这里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买了这盲盒和箱子，必须得现场拆开。今天我就是要你在这古玩界当众出丑，破掉你捡漏的不败神话。本想着把这些箱子带回去自己低调开了算，既然你想受一下刺激，那必须满足。随即我便拿过侯老板递过来的锤子。小伙子，想好砸哪个了吗？先选了4个较为普通的箱子开了出来，分别为3个空箱子和1箱不怎么值钱的铜钱。陈老弟，别灰心，虽然前4个开出来全都是亏的，但这总算是证明了我这确实就是张献忠的宝物。看来后面能回本的概率还是很大的。孙老板所言极是，说不定下一个箱子就能开出意想不到的惊喜。还惊喜？你想屁吃呢？就算后面箱子里全部都是铜钱，你也还是亏的。而且铜钱越多，价格就越低。突然觉得刚刚应该把价格再抬高一点，300万一个，应该也能把这个冤大头坑下来。就在摊主老板还在庆幸自己遇上我这个冤大头时，我已经把第5个箱子开了出来。只见开出的箱子内部发出闪闪金光，顿时亮瞎了全场所有人的眼。哇，是黄金啊！没想到这一箱是黄金，至少价值2000万以上啊！这些箱子里还真有黄金啊！
老板，你这些箱子质量真是高啊！14个箱子只开了5个，就开出1箱黄金，看来我这钱花的还真值啊！明智的选择。我去，开盲盒开出1箱子的黄金，这还真是刺激！早知道如此，当时我就应该先下手为强，全部买下来的。侯老板，我觉得这1箱也是黄金，你要不要回购？真的，直觉告诉我这1箱也是黄金，我的直觉很少出错。你回购的话，1000万，我卖你怎么样啊？还黄金，能开出铜钱就不错了。祝你好运。行，既然如此，那我还是自己开吧。说完，我便哐哐2下就把这个箱子给打开了。当又是满满1箱的黄金露出来之时，侯老板顿时就像石化了一般，愣在了原地，久久回不过神来。老板，你看，真的又是黄金耶！还好刚刚你没买，不然这1箱黄金就是你的了。听着我这杀人诛心的刺耳话，此时的老板已经被气得完全说不出话来。还真是黄金啊！没想到只开了6个箱子就回本了，这何止是回本，简直是要大赚特赚的节奏。老板准备开第7个箱子了，这一次你要不要考虑回购？明明我才是卖家，却让他占据了主动权，真是越想越不甘心。要不要买？本来以为这14个箱子里9成9应该都是铜钱，没想到接连2箱都开出了黄金，这含宝率还真是高的离谱。多少钱？1000万。200万，我原价回购。侯老板，你这是把我当傻子啊？原价我能卖，万一这又是1箱子黄金呢？那至少2000万保底，铜钱概率更大。那就看你敢不敢赌一把了。我是念着这全是从你手里买来的，换别人的话我绝不出手。妈的，你有完没完了？但是这诱惑真的很大。要不要？不要我就自己开了。做人不能贪，只要不贪，我就是赚的。对，不能贪。你还是自己留着吧。行吧，等会儿你可别后悔哈。这小子连着2次问我要不要回购，我特么咋就都拒绝了呢？这1箱的金首饰具体价值不详，但总价绝对也过1000万了。我刚刚怎么就犯浑没买下呢？我的天，又是黄金！这小子运气也太逆天了吧！又开出黄金了，说不定这剩下的箱子里也全都是价值不菲的宝贝。侯老板，第7个了，要不要回购？你他娘的不刺激我会嘎是吧？笑死！这小伙就是逮着老板一个劲儿的刺激啊！这也是他自找的。这老板刚刚就千不该万不该刺激他买的，还真是把泼天的富贵就这么拱手相让了。这下好了，自己成小丑了。刚才还嫌这小子狮子大开口，这箱子里的东西怕是比1000万还金贵。错过这一次，这辈子未必能再遇着。哪怕还是1000万，拿下也稳赚不赔。还是1000万吗？没错，卖给你就1000万，换个人至少1500万。这是心动了，愿者上钩了。小样跟我玩，玩不嘎你算我输。真以为200万一个箱子的钱那么好拿？拼了，搏一搏，单车变摩托。行，我要了。要哪个？我就要这个。我就知道这种心怀不轨的人运气不会好到哪里去。6个箱子，4个有宝贝，2个是垃圾。垃圾果然被他选了。行，先把钱付了吧。对了，老规矩，买盲盒必须现场打开。行。这箱子里一定有不得了的宝贝，这乳臭未干的小子都能开出宝贝，我也肯定行。怎么会这样？为什么陈峰峰这小子就能开出黄金，我却开出1箱垃圾铜钱？早知道就不买了。我就说嘛，这些箱子里怎么可能有这么多好东西？还真是替老板感到悲哀。1000万就这么打水漂了，这人呐，就是不能太贪心。还好只是1000万，这老板怎么说也还是赚的。哎，这小子好像在耍我，可我偏偏没证据。侯老板，我直觉告诉我，下一个箱子开出宝物的概率极大，你确定不买吗？再买我就是狗。行吧，既然你不买的话，那我就只有自己开了。等会儿你可别后悔哈。那我可就自己动手开箱了，你好好瞧着便是。哇，这是什么？又是黄金吗？这个好像是由黄金打造的金册。金册干嘛用的？封王封妃的金册，类似圣旨一样的东西。这些圣旨是用黄金打造而成的，还真是奢侈。估计这1箱子的金册起码价值5000万以上。为什么这小子一开就全是宝贝，我开出来的就是垃圾，还真是没天理呀！侯老板，你看这又是1箱子的宝贝，我都提前告诉你了，你不信，要不然现在后悔的可就是我了。小子，我就不信你接下来还能开出好东西。我说了，
再买我就是狗。希望你一会儿还能像现在一样忍得住。此时的我也没有再继续刺激侯老板，毕竟剩下的4个箱子里只有1个是垃圾。当我把第11个箱子打开时，老板顿时大笑了起来。哟，是铜钱啊！我还以为又是黄金呢。这老板心态真不错啊，还能笑得出来。就是剩下的箱子哪怕开出来都是垃圾，这小兄弟也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了。侯老板，可能又要让你失望了。我这个铜钱跟你开出来的铜钱可不一样哦。有什么不一样？难不成你这铜钱是黄金做的？我没有理会侯老板，而是拿起纸巾把铜钱表面的污泥擦拭干净。不一会儿，印着西王赏功4个大字的铜钱便显现了出来。这是西王赏功钱币，这小子的运气还真是逆天啊！这是什么铜钱？西王赏功，这可不是普通的通用钱币，是类似功勋章性质的东西，是张献忠作为论功奖赏用的。这可是骨皮中的50名针之一。那这个西王赏功铜钱价值多少？看样子这个是铜制的西王赏功，估计也就10几万一枚。要是金制的话，那得大几百万一枚。我勒个豆，这小子真是赚麻了呀！就算是10万一枚，这整一箱的西王赏功也得过亿了吧？看得我都想给他抢了。此时的侯老板已经被刺激得快要崩溃了，脑子里不停地闪烁着杂乱的念头。买下来，最后2个箱子一定要买下来。这些箱子出宝物的概率已经不能用高来形容了，简直就是每一个箱子都有宝贝，不是黄金就是金册，再不然就是西王赏功铜钱。就在老板刚想开口之时，我已经把最后一个藏着宝贝的箱子给砸了开来。此时我的内心也是激动万分，因为刚刚系统估价这个箱子是未知。这是什么东西？好像只是2个破盒子，这2个盒子里面不会藏着什么宝贝吧？小兄弟，快点打开看看！就在众人好奇之际，我把盒子打了开来。我这不是在做梦吧？这既然是张献忠的永昌大元帅印和传国玉玺，就是不知道这个传国玉玺是哪个朝代的。小兄弟，快看看玉玺下面的印文，看看是属于哪个朝代的。这玉玺的价值连系统都显示未知，看来这必定是绝世珍宝。这里人多嘴杂的被人知道了，恐怕会惹到不少麻烦。等有机会再私下去请教一下听水大师。各位，不好意思，还剩1个箱子了，等我开完这最后一个，再慢慢研究这玉玺。慢着，这最后一个箱子我要了。小样，我就知道这货肯定会忍不住的。很好，你没让我失望。什么？侯老板，你还想买？是的，陈老弟，还是1000万吧。侯老板，你想要，我可以做个人情卖给你，但是现在1000万可不够。我刚刚才开出这么多宝贝，1000万你就想拿走，这是想屁吃呢？陈老弟，我出1200万，这箱子卖给我吧。该死，竟然有人和我抢！我出1300万，我出1400万，2000万。陈老弟，你刚刚也开出了这么多宝贝了，而且这些箱子都是从我这儿买的，我理应有优先回购权吧？这最后一个箱子也给我个机会吧。侯老板说的也是，没有你的话，我还真买不到这么多宝贝。行，2000万卖你了。很快2000万就到账了，众人也都期待着看，都想看看最后一个箱子会开出什么宝贝。当箱子打开的那一刻，老板顿时愣在了原地。只见箱子里摆放着各种生锈的铁器。这怎么可能？我他妈运气就这么差吗？老板崩溃的大喊：14个盒子，陈峰开出9个宝贝，我就买了2个，全是废铜烂铁。当初不跟风买，我稳稳赚2000多万，少买1个也能赚1000多万。都怪我太贪心，现在1分没赚，反倒贴500-600万。乌鸦喝水图价值38元，徐悲鸿双俊图价值3800万。什么？没想到竟然能在这小摊上遇到徐悲鸿的真迹，这天大的漏必须得捡。老板，我家房子刚装修完，想要买幅画回去装饰一下，你这幅怎么卖？这幅2万不还价。什么？2万？兄弟，你也觉得贵吧？就这破画，就算30块我都嫌贵。小子，你可别乱说，这画可不一般。看见印章没？壮夫所为，这可是大名鼎鼎的徐悲鸿用过的印章之一。还徐悲鸿呢？徐悲鸿的画还能出现在这儿？徐悲鸿的画你才卖2万？就是，你们看这2匹马画风迥异。虽说左边这匹马颇有几分徐小红的画风，但右边的那匹泼墨随意，一看就是临摹的。不过你还别说，这人临摹的火候还是真到位。此时的摊树见这2人一直在挑毛病，已经是满脸的不爽。
这几人还真是一点规矩都不懂，人家在询价，你们在这里比比来来什么？等会儿休怪我不客气。这幅画整体真不错，特别是左边的那匹骏马，画的相当有神韵，就是可惜了，右边这匹少点意思，要不然也能值点钱。这些人眼光倒是挺不错，就是了解的不够多。要是多了解一些，或许就不会这样说了。价值3800万的画才卖2万，这下可赚麻了。老板，你这画2万我要了。哦！当众人听到我说以2万的价格拿下此画时，都不约而同的哈哈大笑起来。我说小兄弟，我都已经告诉你这幅画是怎样的一件东西了，你既然还买，是要我说你笨好，还是说你蠢好呢？别说了，人家傻关我们什么事儿？你看看老板的样子，小心他干你。此时的老板确实是用一双凌厉的双眼直勾勾地盯着他们，但当他听到手机到账2万元的声音后，脸色才稍微好看了一些。小兄弟，你别听这些不懂规矩的人瞎说，这画你买回去自己挂在家里，绝对赏心悦目。而且我和你说，这落款绝对是徐悲鸿的，我对比过徐悲鸿其他画的落款一模一样，2万块你绝对不亏。听着老板的话和看着众人的嘲笑，我并没有说什么，而是拿着画就离开了。陈峰峰，我爷爷听说你上次在我们家的膘厂开出了正阳绿翡翠，一直想见见你。明天是他70岁的寿辰，他希望您能来。秦老在珠宝界打拼了一辈子，不但人脉关系极广，更是有着古玩翡翠大王之称。结交这种人物，必定对自己将来的发展有帮助。正好这双骏图可以作为这次的见面礼。行，感谢秦老爷子的盛情邀请，我会准时参加。第二天一早，我就出发来到了秦老爷子70岁的寿辰宴上。爷爷，这就是我之前跟您提到的赌石高手陈峰峰。小伙子果然一表人才，不愧是能在我家膘厂切出正阳绿翡翠的人。秦老，您过奖了，能开出正阳绿，全靠运气好罢了。听说您老人家特别喜欢古玩字画，我刚好找到一幅徐悲鸿的双骏图来为您祝寿，希望您日后笑口常开，日月昌明，松鹤长春。哎呦，这画的不错啊！老王，你看，那是我们刚刚在古玩摊见到的那小子吗？对，就是他，错不了。你看他手里还拿着那幅双骏图。没想到现在的人还真是不要脸。这种街边摊2万元淘来的赝品也敢拿来祝寿？哟，赝品有意思，这下可有好戏看了，正好借题发挥。是说那小子手里拿着的那幅画是从街边摊找回来的赝品？是的，蔡少爷，千真万确，我们当时就在现场，还提醒过他不要买。没想到他真正的目的是买来糊弄秦老，这要是让他发现，这小子估计得吃不了兜着走。还真是天助我也，这下还不让我抓到你的把柄。不一会的功夫，他们3个就来到了我们跟前，说道：陈峰峰，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拿这一幅假画来给秦老祝寿，您当我们秦老是什么人？蔡德狠此话一出，顿时引起了全场所有人的关注。此时的蔡德狠见面都看向了这边，于是更加起劲地说道：秦老，陈峰峰送给您的这一幅画，就是从街边买来的假画赝品，这画绝非是出自徐悲鸿之手。蔡德狠，陈峰峰可是我的重要客人，你说这画是假的，你可得有证据。秦老，我可以为蔡少作证，当时这小子在街边购买这画时，我们也在现场，还提醒过他这是一幅赝品。没想到他非但不听，还买来送给你。没错，我是从古玩街淘回来的，但这就能说明它是一幅假画了吗？小子，到了这个时候还不知悔改，现在就由我来揭穿你。大家看他手里的那幅画，左右两边的骏马画风明显各异。你们看右边那匹马，不但泼墨没有层次，且马的强壮形体过于弱化，给人的感觉就像是随意泼墨一般，缺少灵动之感。这种马说是出自徐悲鸿之手，你们信吗？说的有道理，徐悲鸿手画的驯马无一不凸显出其独特的神韵和气质，而这小伙手中的那匹马完全没有徐小红的画风，是赝品无疑了。听到此等分析的秦老脸色却是变得越发的凝重起来，不难看出他已然是开始怀疑此画是赝品。爷爷，我相信陈峰峰的眼光以及人品，这幅画绝对不可能是赝品。莹莹，你可千万别被陈峰峰的外表给欺骗了。全场所有的人都看出了这画的端倪，
难道他们都比不上陈峰峰一个人吗？莹莹，别和他生气，是真是假，找个人鉴定一下不就知道了。陈峰峰，没想到你嘴还真够硬的，事到如今还不承认你这画是假的。就算鉴定师来了，你这假画就会变成是真画吗？蔡德海，你口口声声说我的是假画，待会儿若是鉴定出来是真迹，你又如何？街边摊2万买来的画，你跟我说是真迹，你这若是真的，我叫你一声爸爸，再给你1个亿。但若是这是假的，则反之。行，我没问题。秦老，您在这方面人脉广，不如就由您来为我们找专业的鉴定师。既然2位心意已决，我秦老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我确实是认识一位鉴宝师，有着黄金眼的美称，是业内公认最强的鉴宝师。恰巧今天他就在这现场，我马上叫他过来。大概过了20分钟，一位大约50来岁、气宇轩昂的中年男人就朝这边走了过来。在场的所有人看见此人的到来后，却是显得兴奋不已。原来是龙江数1数2的张文明张大师。传闻没有任何一件文物能逃得过张大师的双眼。张大师来了，这回还不让那小子原形毕露？这也是他活该。谁叫他想用假话来糊弄秦老爷子？这回是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张大师，这次请您过来，是想让您帮忙鉴定一下这幅双骏图是否为赝品。好，十分愿意为秦老您效劳。说完，张大师便拿起这幅画，仔细地端详起来。在看了一会之后，只见此时的张大师神情凝重，脸上已然显现出一副拿捏不准的样子。见此情形的秦老随即便开口问道：“张大师，这幅画您觉得如何？”这幅画的印章雕刻用的是大篆，而篆夫所为的确也是徐大师用过的印章之一。末尾的题字表明了作画的时间。单从这几处看，这幅画毫无破绽。张大师，你再看看画上的那2匹骏马。没错，从画面来看，左边的骏马采用了豪放的泼墨和精巧的写意方法，着重刻画出马的神韵和气质。如果只有这1匹骏马，这幅画毫无疑问是真的。问题就在于右边这匹马泼墨没有层次感，马的强壮形体过于弱化，缺少灵动之感，这无异于给这画带来了破绽。听到没有，陈峰峰，这幅画就是一幅赝品。今天这赌局你输了，快叫我爸爸。另外，赶紧把1个亿给我拿来。你这么着急干嘛？事情还没有下定论。张大师只是说这幅画有破绽，但并未说这画是假的。这小子嘴还真硬，张大师都说了这幅画有破绽，那就足以说明这是一幅赝品。若是真迹，怎会有破绽？秦小姐，你这朋友输了死不认账，人品堪忧啊！劝你交友需谨慎。这幅画正是因为这些破绽，使其具有更高的价值。有破绽才会有更高的价值，你这是在逗我们呢？你若是输不起那1个亿，可以求求我，说不定我会少要1。小伙，你说这话的依据是什么？我起初在看到这幅画时，跟张大师刚刚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当我看到最后的题字，却让我断定，这幅双镜图绝对是徐悲鸿大师的真迹。小伙子，有些话不可太武断。这并不是武断，您请看着最后的时间，癸木1943，这不禁让我想起一段特殊的岁月。难道你是说，哦，这是徐大师义卖的画？你这样一说就说得通了。1943年，那时的大夏正处于抗日时期。徐大师在那样的环境中，为了帮助大夏筹集款项抗击小日子，不得不一边泼墨作画，一边义卖筹款。故那时所作之画与其余的精品比起来，稍微要逊色一些。这就是2匹马画风迥异的原因，但这却恰好能够深刻反映出徐悲鸿大师高尚的爱国品质和伟大的民族情怀。就单凭这点，不但能掩盖画中的瑕疵，而且还为双剑图所表达的内涵增色许多。说得好，如今因徐悲鸿的画作越来越受热捧，国内均价每平尺超100万。
这幅双剑图毫无疑问是徐大师真迹，上拍卖会的话，价值不会低于3800万。张文明此话一出，在场所有的人全都震惊不已，他们万万都没有想到，这2万元淘来的字画，转眼间就价值3000多万。没想到他竟然是个大神，亏我俩一直在挖苦他，真是不应该啊。对呀，日后在古玩界我俩还能混得下去吗？此时的蔡德狠更是脸色狂变，他从未想过眼前的这一幅画会是真迹。不可能，肯定是你鉴定错了，这幅画怎么可能是真的？你这什么狗屁黄金鉴宝师，我才不信呢！怎么，你是在质疑我？如果你不认可，可以找其他人再进行鉴定，若和我鉴定的不一样，任凭你处置。蔡德狠，不得无礼！张大师乃是业界数一数二的鉴定大师，如他鉴定过的宝物数不尽数，他说是真迹，那自然不会有错。这一赌局毫无疑问由陈峰峰胜出。你输了，给我转1个亿。我今天心情好，那声爸爸就给你免了。我可没你这样的儿子。陈峰峰，你别得意的太早，得罪了我们蔡家，迟早有你好受的。奉陪到底。没想到你不但会赌石，还能鉴宝，还真是难得一见的天才。李小姐过奖了，只是略懂其毛而已。过2天，我们李家会在龙江举行一场赌石拍卖会，这是邀请函，倒是希望你能来帮我们热热场子。看在李小姐多次高价收过我的料子的份上，这赌石拍卖会我定会准时参加。高冰种老蓝水价值36万，玻璃种绿飘花价值1400万。我的天啊！没想到王家的这次拍卖会虽然都是微料和俄料，但也又有高货的存在。看来今天又可以捡到一场大漏。怎么样，陈峰峰，感觉我们标场的料子如何？料子还行，不难看出你们在选料上没少下功夫。果然好眼力。为了这次的拍卖会，我们李家在料子上可是花了很大的功夫。接下来还得希望您多拍几块好料子，来帮我们热热场子。行，那边有块石料快要开标了，我得先去看看。那我就不打扰你竞拍了，提前祝你拍下大涨的好料子。他们李家看来是想钱想疯了，这么一块破微料，居然狮子大开口，底价就要190万。我看这块料子要烂在他们手里了，谁会傻到用190万去拍这样一块微料？就是花190万去玩莫西沙和莫湾金，它不香吗？大冤种才会花190万去拍这样一块微料，以后再也不来了，这纯粹是在坑人。就是，咱们什么人？这纯粹就是把我们当傻子。在赌石界混了那么多年，居然拿这种小伎俩来坑我们，这李家简直是太不要脸了。这块石料根据我的透视能力得知，里面可是有着一大块玻璃种的绿飘花，由于种水很老，致使整个毛皮皮壳下翡翠都飘着均匀的绿青底，价值在1400万左右。各位，我正准备投标这个石料，你们一口一个大冤管，让我怎样投标啊？这几人听到我说要投标这块石料时，顿时都愣住了，然而下一秒他们就哄堂大笑了起来。兄弟，不好意思啊，我们不知道还真有大冤种要投这块石料。行，我们收回刚刚哪些话，你愿意投你就去投吧。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更加响亮的哄笑。兄弟，你可真猛，190万玩微料，等会儿赔的裤衩都没有，别怪我们没有提醒你啊。这块必有高货，不信的话，我可以跟你对赌。别在这里浪费时间了，他愿意花190万去玩微料，咱们阻止不了，先去解释区吧，我们还有正事要处理呢。说完，他们几个便在哈哈大笑声中离开了，我却心里暗自高兴。此等好悬料，既然无人与我竞争，我毫不犹豫地花191万拿下了此块石料。当我来到解释区，正准备切开此石料时，却发现此时的李小姐却被刚刚的那3人给围了起来。你们这些都是什么垃圾料子？老子在这里都快搭进去200万，竟然连毛都没开出来，你们这里是不是杀猪盘？
李小姐，麻烦你自己看下，我也花了差不多300万，切出来的几乎都是石种和豆种，虽然有少量糯化种，但棉絮也太多了，这种垃圾料子怎么卖？错，赶紧退钱，否则我们把这件事传出去，到那时你们李家的厂子也别想开了。出来玩赌石，输赢全靠本事，有人切垮，自然就有人切涨，这是一个符合社会学的规律。你们切垮了，能怨得了我们镖场吗？希望你们别在这里闹事。我们就闹事怎么了？你们给我退回1半，剩余的算我交学费了。如果你们不退，别怪我们不客气。想退回1半的钱，你跟我说凭什么？就凭你们镖场坑人，全是切垮的，没一个切涨的。但凡有一个切涨的，我都怪自己运气不好。就在李小姐被他们怼得一时无法反驳之时，一个洪亮的声音突然在解释间响起。我看谁敢在我镖场里闹事，那就是跟我李三爷过不去。这几人看到来人正是龙珠集团的掌门人李三爷时，并没有显得有多慌张，反而是气势不减地说道：李三爷，虽说你手眼通天，但当着大伙的面你也不能不讲道理。我们哥儿几个在你镖场里花了大几百万啊，开出来的全是这种垃圾货色，这恐怕很难服众啊。行，我李三爷今天就好好跟你讲讲道理。既然你说我镖场里的都是垃圾料子，如果有人切涨了，你们怎么办？李三爷既然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指定一块料子，如果切涨了，我们任凭你处置；如果切垮了，就得退回我在你们镖场所亏的全部。爸，绝不能答应他们，他们一看就是同行故意过来闹事的。况且随意指定一块石料切涨的概率极小，我们不能那么容易的就上当。听着李小姐的劝阻，李三爷并没有说什么，而是转头对我说道：陈峰峰，你的赌石能力是我见过最强的，你手中的这块石料有几成的把握？这李三爷估计是想让我来切涨这块石料，反正都要切了，何不卖个人情给他？三爷，这块石料的概率3-7开吧。你7还是3？ 7，剩余的3成交给天意。哈哈哈哈哈哈！好，我李三爷就赌你能胜天半子。这小伙子，他刚刚就在我们镖场里拍下1块石料，我们就切这1块如何？李三爷话音刚落，刚刚的那3位闹事者顿时露出满脸不可置信的表情，随即便用眼神开始交流了起来。大哥，那小子不就是刚刚在拍卖区看到的那个大冤主吗？李三爷既然指定他来赌场，该不会那小子刚刚是在扮猪吃老虎吧？依我看，李三爷只不过是过于自信罢了。那小子手里的那块石料，我们刚刚在石料区又不是没看过，连这种垃圾料子都敢拍的人，又岂会有什么本事？大哥说的对，李三爷多半是老糊涂，竟然把希望寄托在这样的一个小毛头身上。看来我们把李三爷厂子名声搞臭的计划就要成功了，还真是天助我也。李三爷，这可是你说的，大伙都听到了。等会儿切垮了，若是他们不认账，你们可得帮我们作证了。李三爷向来言出必行，接下来我就让这位小伙来证明给你们看，我李三爷镖场里的货绝对值得你们竞拍。那我可得看好了，这样的一个大冤种到底能切出什么花来？能切出什么花来，半个小时后就知道了。希望到时候的你们还能有现在的这份笑容。师傅，我这块石料都已经画好了线，开始切吧。快解石师傅便按照我的画线开始了解石。此时的那3位闹事者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看这一刀动了下去的结果，现在默默地盘算着，等会儿我们输了后如何一步一步来让我们妥协。就在他们洋洋得意之时，解石师傅手中那解石神器呲呲作响的声音也缓缓停了下来。爆了，还是大爆！没想到这块微料还真的能出高货。眼前的这块石料妥妥的是一块玻璃种绿飘花，价值在1400万左右。解石师傅的这些话听得3人心头一紧，剧组沉重，压得人喘不过气，惶恐之感在心底久久不散。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此块石料切涨后，李三爷绝对不可能会轻易地饶了他。李三爷饶命啊！我们是受了蔡家的命令，
故意过来搞乱你的场子的，为的就是把你们李家这个竞争对手扼杀摇篮里。好你个蔡家，既然敢把主意打到我头上来了，来人，把这3人请出去，给我好好招呼一下。这场赌局他们输了，说了任我处置的。陈峰峰，我果然没有看错你，你对史料的认知绝对是达到了顶级的程度。爸爸，你别光顾着夸人家，陈峰峰今天可是帮了我们的大忙，你不得好好谢谢人家啊！看来女大不中留啊！陈峰峰，为了感谢你对我们李家的付出，今天我们厂的石料任你挑选3块，我李三爷1分不收。感谢李三爷，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